在世間有一種令人敬畏的狠人，他們越是憤怒，表面卻越發平靜。王充在《論衡·龍鬚篇》中講道：怒藏於淵則龍隱，洩於天則雷竭。憤怒若深藏於內心，恰似潛龍在淵。這是韜光養晦的契機，是進取向上的志向，更是克敵制勝的秘訣。然而一旦輕易將憤怒表露出來，便如同雷霆驟然消散，雖能逞一時之快，卻也會暴露自身破綻，極易被他人抓住把柄。世人常常陷入誤區，以為那些咆哮如雷之人便是真正的狠角色，實則不然。真正厲害的狠人，即便內心怒火中燒，也不會輕易發作，而是沉靜的宛如深邃的淵潭。前者如霸王項羽，在垓下時憤怒至極，即便擁有拔山舉頂的蓋世之力，最終也只能在烏江畔含恨自刎。而後者像勾踐有臥薪嘗膽的堅韌志向，司馬懿有隱忍不發的高超謀略。他們雖暫時忍受屈辱，卻能笑到最後。能忍受常人所不能忍之事，方能成就常人難以企及的功業。這既是大智，亦是大勇。嘉佑6年，蘇軾參加制科考試，策論、六論皆獲優異成績，被譽為百年第一。其中《留侯論》更是堪稱千古絕唱。文章開篇便寫道：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，必有過人之節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，匹夫見辱，拔劍而起，挺身而鬥，此不足為勇也。天下有大勇者，卒然臨之而不驚，無故加之而不怒，此其所挾持者甚大，而其志甚遠也。遇到事情就拍案而起，針鋒相對，盡顯鋒芒，這並非真正的勇敢。越是憤怒，越能保持平靜，不被情緒左右。遇事鎮定自若，冷靜分析，才是明智之舉。景元3年，蜀漢大將軍姜維再次發起北伐，曹魏征西將軍鄧艾領軍在瀋陽與之對峙。鄧艾採取以守為攻的策略，憑借地形優勢消耗蜀軍力量。姜維深知強行進攻難以取勝，便設計激怒鄧艾，企圖誘使他出戰。姜維命令士兵驅趕黃牛到陣前，模仿鄧艾少年時放牛的模樣，並大聲嘲笑鄧艾放牛小兒的低微出身，還模仿他口吃的毛病。鄧艾的兒子鄧忠和下屬將領聽聞後怒不可遏，紛紛想要出兵雪恥，卻被鄧艾制止。鄧艾坦然說道：姜維費盡心思探尋我的往事，何等用心啊！我幼年喪父，年僅12歲就靠放牛侍奉母親，而後發奮攻讀，才有了今日。放牛本就是我的本行，有何可羞恥的呢？出身貧寒並非恥辱，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。就這樣，蜀軍百般挑釁都未能得逞，士氣逐漸衰落，最終被鄧艾抓住機會，一舉擊敗。莊子《達生》中有個呆若木雞的故事，稍有挑釁便按捺不住，聽到響聲就啼叫，看到影子就跳動。這樣的鬥雞只能算是下等，無論怎麼被挑釁，都不鳴叫也不躁動，看上去像木頭雞一樣，這樣的雞才是厲害的。別的雞根本不敢與它對抗，人也是如此。但凡才華出眾、胸懷大志之人，不會被小的憤怒所干擾，他們沉穩且充滿力量，內斂而富有智慧，靜靜等待時機，然後一擊即勝。中華聖賢經中有句諺語：急則有失，怒中無智。人一旦憤怒起來，就仿佛陷入迷霧之中，失去了判斷力，此時往往做什麼都會出錯。電視劇《朱元璋》裡，胡惟庸在朱元璋還是義軍統領時就追隨他，有輔佐之功。朱元璋稱帝後，胡惟庸因精明能幹、小心謹慎，被安排到中書省任參知政事。然而洪武3年，朱元璋卻破格提拔楊憲擔任中書左丞，成為中書省的實際負責人。這讓覬覦此位已久的胡惟庸心中憤憤不平，而楊憲
也想除掉這位政敵，便開始故意激怒胡惟庸。一天，楊憲發現胡惟庸的公文寫錯了日期，於是寫下批語：荒謬失察，不識日月，信口雌黃。胡惟庸果然氣得暴跳如雷，怒氣冲冲地來到上書房，與楊憲對峙。爭吵中，胡惟庸將書案上的公文掀翻在地，楊憲也不阻攔，只是輕蔑地說：請閣下把腳下的公文呈上來。一時間，胡惟庸怒火攻心，竟將公文踩在腳下。直到這時，楊憲才告訴他，腳下的公文有皇上的朱批。胡惟庸頓時嚇得驚慌失措，冷汗直冒。最後，幸虧李善長等人求情，胡惟庸才免於一死，但也被剝奪了職權。事後，李善長教導他，不能控制自己的憤怒，就會一直被別人牽着鼻子走。從那以後，胡惟庸把克制憤怒放在首位，無論楊憲如何羞辱、針對他，都無法激起胡惟庸的怒火。即便內心再怎麼厭惡、不服，他還是當眾向楊憲下跪行禮。胡惟庸恭敬的態度讓楊憲放鬆了警惕，楊憲變得愈發肆意妄為、專橫獨斷，結果被胡惟庸抓住罪證，最終被處死。古人云：憂則失計，怒則失端。憤怒時人會行為過激，判斷偏頗，所以一定要學會自我約束，控制情緒。當心中有怒氣升起時，懂得克制，這既是在修煉心境，也是在增長智慧。只有冷靜思考、謹慎處理，我們才能避免災禍，穩步前行。最後給大家講2位皇帝的故事。一位是漢廢帝劉賀，漢昭帝駕崩後，大將軍霍光一手將他推上皇位。臨行前，昌邑的舊臣千叮嚀萬囑咐，霍光權傾朝野，務必迎刃折服。劉賀滿口答應，可龍椅還沒坐熱，就把這些忠告拋到了腦後。面對權臣的壓制，他憤怒之情溢於言表，迫不及待地安插親信，鋒芒畢露。這種赤裸裸的挑戰讓霍光如芒在背。僅僅27天後，霍光便聯合群臣，以27天1127件荒唐事的罪名，將劉賀廢黜。一場皇帝夢瞬間破滅。另一位是漢宣帝劉詢，劉賀被廢後，霍光又選中了流落民間的王孫劉詢。劉詢登基後，謙恭溫和，對霍光處處禮敬。然而，霍光的妻子為了給女兒謀取皇後之位，竟然毒殺了劉詢深愛的髮妻許平君。如此剜心之痛，足以讓普通人喪失理智，心中恨意滔天。劉詢卻將這股怒火深深鎖在心底。他深知霍光根基深厚，貿然行動無異於以卵擊石。第二天上朝，他神色如常，甚至按照霍家的意思，冊立霍光的女兒霍成君為皇後。這份平靜讓老謀深算的霍光也不禁驚出一身冷汗。後來霍光去世，其家族勢力如大樹傾頹。劉詢果斷出手，一舉將霍家連根拔起，誅滅全族。掃清障礙後，他整頓吏治，減輕賦稅，最終成就了昭宣中興的大業。古人云：怒時易激，雖義憤，亦當才義。劉賀的憤怒如同烈火，瞬間燃燒，卻也瞬間熄滅，最終反噬自身。劉詢的憤怒如同深淵，表面波瀾不驚，深處卻積蓄着排山倒海的力量。真正的狠人懂得將憤怒淬煉成冰，不在盛怒中衝動行事，而是在沉默中磨礪實力。忍耐一時的怒氣，絕非懦弱，而是為了更準確、更徹底地消除隱患。能夠在暴怒中保持心如止水，謀劃周全後再行動的人，才是厚積薄發、掌控命運的絕對強者。正如歸有光所說，度量狹則多怒。真正的狠人如同靜水深流，他們待人謙遜恭敬，不爭一時的高低。他們行事低調沉穩，不計較一時的得失。然而
這種不動聲色的深沉，卻能自然而然地產生威嚴。反觀那些色厲內荏的人，因為內心虛弱，總是需要虛張聲勢來給自己壯膽。越是張牙舞爪、聲勢嚇人，越暴露他們心底的慌張，只能徒增笑料罷了。在這些故事與智慧中，我們能看到古人對人性、對情緒把控的深刻理解。而《莊子》這部國學經典，更是蘊含着無盡的人生哲理與智慧。它以獨特的視角，講述着為人處事的道理，引導我們超越世俗的紛擾，達到心靈的寧靜與自由。推薦大家前往我的櫥窗研讀這部國學經典《莊子》，從中汲取古人的智慧，學會在生活中保持內心的平靜，以更加從容的姿態面對人生的挑戰。好，今天的內容就分享到這裡，點讚關注逸軒，我們下期見。